这应该算是《藏海传》里边最有计谋的一场戏了，不只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我帮大家还原一下整个故事，一定要看到最后，你就会知道他计谋之上还有计谋。祸水东引杀陆晋这场戏，藏海、平津侯、曹公公都陪咱们观众熬了个通宵。他最表层计谋祸水东引就是让曹公公以为陆晋和平津侯有接触，紧接着陆晋死掉，然后从陆晋身上发现了纸条，上面写着：平津侯知道了那个东西，我假装和他接近，我如果死了，那你千万不要相信平津侯。这么一做，一举四得。首先把陆晋的死和自己撇清了，自己身份洗干净了；其次离间了曹公公和平津侯；再次将10年前的那桩旧事重提，让3个拿到神威同意的背后大佬开始互相猜忌，他们一猜忌就会有所行动，那么藏海就可以借此抓住一些漏洞。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接近了曹敬贤。大家可能觉得他被曹公公带走会很害怕，但其实这是他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还记得昨天12集的时候，最后一场戏他们在说什么吗？藏海和他师傅聊的就是如何接近曹公公。各位，大家以为藏海只是计谋怎么处理掉陆晋，但其实今天这2集都是藏海布的一个大局，就是下了一盘接近曹公公的这盘棋。拉庄二下水，逼庄二学武功，让庄二去参加男子足球比赛。藏海故意在曹公公面前晃悠，让曹公公追查他，杀了陆晋，最后接近曹公公。这所有的步骤才是他这一整盘棋。只是说离间曹公公和平津侯，以及把20年前的这个鬼玺又摆到他们面前，这2个是他顺手做的，相当于他顺手拿的小福利。这样整理完，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这2集特别的顺？要不要再去看一下呢？你看一下藏海是如何故意在曹公公面前晃悠的，他那个站位，以及他后边如何故意惹怒曹公公的，是不是又被藏海骗了？是因为郑晓龙导演他把这盘棋的第一步他给放到了上一集，放到了昨天，给观众玩了一个时间差。我觉得这部剧可以加个热搜词条，不放下来了，就是观众又被藏海骗了，真的太坏了。你说《藏海传》为什么这么好看？你看今天这2集，他把一个小角色陆晋当成了一个主角在写，那么多人来杀他，就是杀不死，就是杀不死，这完全就是那种主角的写法。这良心剧真的会把每个小角色当成主角来写，甚至都不怕抢主角的光环。你看中间有一大段一场戏一场戏的一直在写这个陆晋，甚至帅到我都觉得他自己都可以出一个外传了。但是最后出场女主角更帅，哇！最后那场打都太帅了，虽然很短，但是真的好帅啊！太炸裂了！肖战《藏海传》绝对是全魔剧里的烧脑天花板啊！所有人都以为藏海找香老板不过是求一线生机时，他早已将棋盘深算，落至揭示杀招呀！暂时投诚，步步为营，借香老板之手将陆晋的尸身化作一柄穿心利刃，一封信2滴血3寸算计，曹敬贤与平津侯的滔天仇恨瞬间被点燃了。但藏海却可以轻拂衣袖，转身引入暗处，只留仇敌在火光中厮杀。他不用刀，却让所有人都成了他的刀。我不禁感叹，藏海的编剧确实厉害，完全颠覆了一般全魔剧自旧刻板老套剧情。按现在的反转频次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后面的剧情还埋着非常多的王炸。值得注意的是，肖战的演技真的让人刮目相看，既能演出那种处变不惊的气势，在感情线上又能演出细腻入微的柔情。比如在浴池边，他指尖缠绕香老板的发丝，水汽云雾中，他将眼底的克制与试探的交织演绎得让人面红心跳，身临其境。还有在烛火下，藏海假扮平津侯与香老板对坐，嘴角含笑，瞳孔深处却凝着寒冰。我不禁感叹，最致命的拉扯从来不是嘶吼，而是呼吸间藏不住的颤栗。那瞬间的恍惚，究竟是情动还是算计？观众的心被他捏在掌心，反复搓揉，却始终看不透，还意犹未尽。在我看来，第14集的惊天反转不过是冰山一角。藏海用10年隐忍执拗的网阵缓缓收紧，六出师傅的情欲试炼，香老板背后的迷雾目的，楚怀民那把烧向藏海的地狱之火。要知道，真正的猎手连自己的软肋都能化作陷阱。你猜这场火焚尽的是他的肉身，还是敌人的狂妄？我看大概率就是藏海另一个早已安排给楚怀民猎杀的陷阱吧。别忘了，针灸换理下的十字鞭痕仍在灼烧，神秘师傅的动机依旧沉迷。所谓全魔天花板，不过是凡人以蝼蚁之躯向命运发起的生死之战。
太烧脑了，《肖战藏海传》又来了个大反转。看完第11、12集，貌似有重新开始的感觉。所以我在好奇啊，怎么会有人担心《肖战藏海传》这次剧情烂尾呢？这分明是每2集就上升一个烧脑新高度啊！你要知道，多少人前脚还在嘲讽二公子是平津侯最废的败笔，后脚就被他脸睡酒杯的镜头惊出冷汗。原来真正的猎人早把纨绔活成了最锋利的伪装。这哪里是剧情烂尾，分明是主创用12集的时间在观众心里埋了一整片雷区啊！原来这个二公子看着是个废人，却早已察觉出藏海就是智卢的复仇身份。至于前几集用大量的镜头让我们相信藏海的唯一仇人就是平津侯，是不是如出一辙了？有人说二公子为何这么快能接受藏海的联盟？要知道，当二公子发现母亲之死另有隐情时，导演用大量的祭祖眼神的细节描述，让观众明白，所有突然黑化的背后都是经年累月的绝望啊！并且将藏海驯服二公子王化本性的情景也刻画得非常深刻真实。是哪些人还在找这部剧的 bug 呢？你们是有多无聊啊？在我看来，真正的王炸还在第13集啊！你们是否好奇那个摇着团扇的整楼香老板转身为何就成了刀尖舔血的神秘人？张婧仪含情的眼波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难怪网友炸锅，原来尉迟边情诗的极限拉扯都是为后面的血色重逢做的铺垫。所以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好人与坏人，甚至除了藏海，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值得相信吧。就像编剧访谈里说的，我们要拍的不是爽剧，是封建权谋下人性的挣扎史。当藏海在复仇路上越走越孤独，或许观众终将明白，比手刃仇人更难的是在深渊里守住最后那点人性的微光呀。咱也是终于知道男频剧里的爱情故事应该怎么拍了。《藏海传》第14集又一个名场面出现了，郑晓龙导演果然是拍过《甄嬛传》的男人，所以他太知道拍男女之情的时候该拍点什么了。想要拍男女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只拍怦然心动、花前月下，而是要拍权力争夺、尔虞我诈、势均力敌、进退两难，还要拍不得不爱。《藏海传》里面的爱情线绝对是男频剧的天花板，咱别的不比啊，就说女性角色，什么琅琊榜、庆余年、大凤打更人，都得学《藏海传》。首先，《藏海传》里面的女主塑造绝对不是单纯的工具人。什么叫做工具人呢？就是说咱把女主的戏份删了，一点都不影响男主的剧情推进。《藏海传》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香老板，藏海可能14集就要全剧终了吧。第二点呢，男女主的爱情不是预制爱情。什么叫做预制爱情呢？就是说观众啃个鸭脖的时间，男女主就爱上了。你别跟我说你没有遇见过这种雷剧哦啊！有些导演呢，人家就不允许感情有任何的互动和铺垫啊，仿佛这世界上只有男女主一对活人，他俩就莫名其妙就得在一起。那香老板和藏海呢，这种利益算计仇恨的，还得再演个20集才能看到爱情吧。第三点呢，这部剧的男女主不是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没有谁是绝对的上位者。你要看过别的剧的话，你一定会有感受，就是男女主之间必须有一个上位者啊，必须是这个上位者要拯救这个下位者。但是这部剧里面男女主之间只有互相博弈、资源交换、互为棋子、拉扯、试探，简直就是当代观众喜欢的聪明人的爱情，这才叫强 CP 吧。看完14集，我真的越来越期待后面的剧情了。《藏海传》的存在大概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内娱观众，最高级的爱情戏从来不是谈恋爱，而是让观众看清一个人如何在爱情中暴露全部本性。